因为对 ISTP 来说，自身的正确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很小的声音啊，最后可能会让 TI 和 FE 达成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和解，会告诉自己说啊。我确实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别人都有毒啊，他们太脆弱了，他们听不到真相，我只好去给他们想要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恭喜你发现了一种很新的人格专题视频，因为不管你是什么人格类型，哪怕你不是这期的解读对象，我相信这个系列都可能会让你忍不住露出笑容，但也会引发你很多关于自己、关于人格类型的思考。今天我们的主角呢是 ISTP， 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ISTP 号飞船上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船员了。当当当当，没错，就是我们的内倾直觉 Introverted Intuiting， 简称 NI， 是 ISTP 的第3功能，被毕比博士形容作永恒的少年。可以说啊 ，NI 在飞船上的身份相当于指挥官 TI 的小助理。和经验相对丰富的指挥官 TI 与副指挥 SE 不一样，小助理 NI 是一个表现亮眼、能力出色的新人啊，所以他成了助理嘛。指挥官 TI 招募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很好的弥补副指挥 SE 的不足之处，也给 TI 这个指挥官啊提供了新的视角，提供新的信息，因为它是一种信息获取的功能，它是把注意力放在感知上的功能。但是小助理 NI 需要多多锻炼，没有那么稳定的，也更容易缺乏自信。那 NI 在小助理的位置会起到什么影响呢？首先，作为直觉功能它相比于感觉功能的副指挥 SE 更愿意去关注事物表象之外的意义，更希望把注意力放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部分上，而不是已经确实发生的过去或者正在经历的当下上。所以每次副指挥 SE 迅速的聚焦在眼前立刻能获取的信息的时候这时候小助理 NI 就会扮演一个提醒的角色，在脑海里响起这种声音通常在 ISTP 年纪比较小的话，整个 ISTP 号飞船的团员一开始就没有磨合的那么好，那么助理 NI 就经常会拉不住副指挥 SE 的，这个时候 ISTP 号飞船就很容易做一些事后让自己后悔的行动这事后才被助理 NI 提醒，觉得当初不该那么追求即刻的回应，不该嘴那么快不该嘴瓢那应该多想一想，想得深远一点。比如这一个 ISTP 他可能赶路去坐公交车，他跑过一个地方竖着小心地滑的牌子，这时候副指挥 SE 可能发话说，我就是不信邪，我觉得我小心控制身体，把握好跑步姿势，我觉得我能平衡好。然后指挥官 TI 把注意力放在事情的逻辑分析上，他想，如果这个地方真的会滑倒，按理来说应该被圈起来不让走吧既然现在我能通过说明还是可以不滑倒走过去的嘛。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然后只见那个 ISTP 没有减速，径直冲了过去，然后啪叽滑倒了摔了一个狗啃泥。这个时候 ISTP 的脑内剧场肯定也很丰富可能别人怎么看我之类的这个我们就等到我们介绍下一个成员的时候再说等一切过去之后，说不定是 ISTP 坐到公交车上之后，他默默地抚摸着摔肿的下巴很可能这个时候就听到小助理 NI 的声音了，拜托，前面应该多想想的呀感觉可以预测到会摔跤的，以后不能这样了然后副指挥 SE 可能这时候叹一口气说道，你说的对，摔倒真疼NI 小助理觉得说，是啊，所以以后不可以了，我们要记住这个规律然后副指挥 SE 说，我的形象都摔没了，以后我要更好的掌握平衡，用更优雅的姿态更帅的过去那小助理 NI 无奈转向指挥官 TI， 只见指挥官 TI 一直在盘算着，感觉我是不是着了一点不对是不是我对这个怎么跑比较平衡的理解有错误确实脚跟发力，因为重心的缘故很难平衡嘛当然这是小事，如果遇到的是那些危机长期发展的大事，指挥官 TI 多半就会站在助理 NI 的这边分析一下，觉得我为了这点体验让自己后半生半身不遂，实在是有点蠢吧，没有必要。这也是很多 ISTP 反而不觉得自己实际上会特别冒险的原因。另一方面NI 不仅仅是直觉功能，更是内倾的直觉功能，这意味着 NI 关注的并不是各种各样在外面的开放的可能性，而更喜欢去预测事情之后多半会如何发展去预测多半会有什么后果。NI 在乎事情表面之外的部分，在乎的不是说还有哪些选择，还有什么没被发现的新的规律，在乎的是这个事情能延伸的含义确实的有什么，这个事情背后的视角确实的是什么。这让 ISTP 对他人的想法，特别是他人怎么看待事情，其实兴趣蛮大的但是要注意NI 感兴趣的是他人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但是他
他本身想要去跟他人进行复杂的人际互动这件事，他是没有太大兴趣的。这个后面会提到啊，对 ISTP 来说会比较耗能。而在 ISTP 号飞船上的 NI， 因为是一个小助理嘛，虽然他不弱，他是优秀新人，但是毕竟经验没有那么丰富，没有那么老练。小助理身份的 NI， 他超爱预测，超爱去构想事情的发展轨迹，构想一个完整庞大的故事，但是没有那么自信啊。有的时候反而为了避免受挫，他会展现出一种孤芳自赏，只想让预测与构想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他不愿意去和外界分享。我分享了之后，万一别人否认了怎么办啊？不愿意去在外界验证，万一验证了之后我错了怎么办啊？积极点说就是脑内世界非常丰富，消极点说就是脑内世界脱离现实。很多 ISTP、ISFP 反而更容易去陷入一种空想。因为他们的直觉，他们的想象不能成为他们的驱动力，只能让他们停顿在原地脑子里去想一个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的，自己去构建一个很有趣的世界，然后去预测这个世界的轨迹，那肯定很安全嘛，毕竟没有现实会来否认你。有人就会问了，哎呀 ，ISTP 号飞船上副指挥不是 SE 吗？怎么能脱离现实呢？当然会脱离现实了，因为 SE 捕捉到的现实不总是全部的现实，给了 NI 很多的解读空间，并且会联合 TI 一起去说服 SE。你不要再体验了，再体验要是发现我这个 NI 说错了怎么办？那可完蛋了。举个例子ISTP 参加一个辩论比赛，看到对手和裁判挤眉弄眼最后对手后半场的发挥简直惊为天人，根本不像是临时准备的。这时候 ISTP 的脑内剧场就会很丰富了，副指挥 SE 率先把注意力放到人的肢体语言上。他们的神态举动看到了没有？我还看到了那个人赢的时候嘴角那个表情啊，是不是笑啊？助理 NI 呢，就接着把注意力呢又放在了解读表情的含义上。他们这个表情是不是表示他们之前认识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前串通好的？那个举动和神态背后的含义，是不是他们在对暗号那个若有若无的表情，是不是对我的嘲笑这一切串联起来，真的可以说得通这个时候指挥官 TI 来审核一下确实说得通，很合理，环环相扣的逻辑因为对手如果每次发挥都那么优秀，那绝对是个超强的专业辩手之前前半场他根本就不一样嘛最后 ISTP 内心就有了一个自己的答案认为这个人多半就是作弊，不靠着自己的能力赢的。你说这一定是现实吗？并不一定，可能这个人恰好之前有准备过类似的话题只是 ISTP 可能懒得去验证了。除非这个比赛的结果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不然他不太想危机去把自己的预测跟现实对撞的那样的一个风险，因为万一错了之后 NI 很受挫的我不如就离开，然后内心觉得我是胜利者，阿 Q 精神当然并不是说 ISTP 总是用最消极的预测去看待别人，而是助理 NI 不像指挥官和副指挥那样，他不太经得起折腾。积极的预测 ISTP 当然也会听从他们去行动，但是自己的预测肯定也会有错的时候嘛。我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结果这个人给我甩脸色，对吧？让 ISTP 下一次的预测会更加的消极，而消极的预测往往鼓励的是什么？是消极的行动，最后自然就更容易得到消极的结果，反而会契合一开始的预测。比如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你，你觉得他态度很糟糕，最后这个人真的就很讨厌你，但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他对你其实没什么看法这其实是 ISTP 很大的困境，经常就会诞生果然事情就好像我预料的那么糟糕，果然我一开始就不该参与的这种感觉。但是你怎么看别人，很容易也觉得别人在这样看自己。当 ISTP 抱有这种对于预测的怀疑，对于自己理解他人的这种怀疑的时候他自己也会陷入一种很大的困扰，就是他觉得别人会不会误解我呀？别人会不会对我也形成了一些我不清楚的预测呀？比如副指挥 SE 对于身体语言的察觉，让 ISTP 意识到了听自己说话的人表情还比较冷淡，或者指挥官 TI 察觉到了自己的言论中有一些模糊的地方，这时候助理 NI 就会见缝插针，在 ISTP 的脑内说道这个人估计是误会我了这个人肯定是把我的话往坏处想了没有理解我到底想表达什么。但是副指挥 SE 呢，想要自在舒服，他不愿意好像为了让这个人怎么样，他就限制自己的自由但指挥官 TI 呢又很中立，他不想向人的偏见妥协，最后 TI 很容易最后得出这样的观念对于那些喜欢盲目下结论的人，我做什么都可能被误会但对于有自己思考的人，我做什么他们也会中立的理解综上所述，别人爱误解就误解吧。好，到目前为止对 ISTP 号的指挥官 TI 来说，不管积极消极，多少还在掌控之中。